趁着这个机会有这个皮革，我再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封边吧。植鞣革的封边，我一般是怎么做的？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啊。封边方法很简单，我一般情况下是很少用水的，我是直接使用封边液。封边液我这个买的是那个墨家的，就杭州的那个墨家的，就一个柯基头像的那个老板。然后切割的时候，你就一定把它切整齐了，这一步就会省掉你很多麻烦，真的是很多麻烦。如果你切割没有把它切整齐，或者是皮料本身比较差，然后就毛毛糙糙的话，你对你封边来说是非常大的阻碍，非常大的考验。像这个 Buttero 是非常容易封边的，我一般第一遍就直接封边液上去，因为封边液是有那个硬化的作用，有一部分硬化的效果。我一般就会第一遍就上封边液，然后等它稍微干一下，然后呢，等它干透了之后，我一般是直接削边，但是你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、皮料的情况来看，它是否是需要打磨的。如果是你的皮料本身不是特别好，然后它边缘会比较毛糙的话，这个上完第一遍封边液起到硬化作用了之后，你就需要打磨它一遍。至于用多少目的砂纸，就看你的皮革了。一般情况下，400目、600目都是可以的。先把它粗略的打磨一遍，打磨了之后，它这个边缘它会有点翻，会把边缘压紧之后你再削边，那就很好了。我这边的话本身皮革比较好，所以我不需要那一步，本身比较光滑，就省略那一步打磨的步骤，我就直接削边了。然后削边器的话，大家根据你自己皮料厚度来决定使用几号的削边器。我这个皮革3毫米多了吧，然后我用的是西风家的4号，这样的话皮革边缘出来的那个圆弧感会比较强一点。然后我这个皮边本身比较光滑，所以我选择的话起步就是从800目开始打磨。800目砂纸开始打磨的话，你这个皮边出来的效果就会很好。这个打磨皮边没什么技术，没什么技巧，你就保持这个皮边在同一个方向、同一个角度上去摩擦这个砂纸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打磨完了之后，你要根据自己的皮革去判断，它是否是需要再用一次那个封边液，再去硬化一下，或者是再来用清水或者是用那个炒面机进行封边。我这边的话，因为皮革会比较好一点，所以我这边这一步之后，整个皮边其实已经有一点微微发亮了，所以我这个时候就会使用清水。好，我这边去取了一点清水沾了一下，然后我这边皮边的话一般是用清水，第二遍就直接稍微润一下就好了，不用太湿。然后我这边用的打磨棒是小号的啊，你们用什么打磨棒全取决于你自己，因为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经验，这个小号的打磨棒比大号的打磨棒好用。这个摩擦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讲究，你就用力均匀，速度也均匀，直接打磨就好了，没什么特别讲究的地方。你角度不要经常换就好了。能看得到吗？这是800目砂纸打磨一遍的效果，这就是好皮革带来的好处，它已经开始发亮了。然后我接下来的话就只需要1200目再打磨一遍就好了。然后我这边800目打磨完了第一遍之后，我这边习惯是第二遍用封边液，还是封一次，让这个皮边硬化一下，让这个封边液稍微渗透一下，然后不要等它全干，不要等到它全干之后再去打磨，等它半干的时候就开始打磨这个1200目。当然这个也根据你自己的封边液，或者是你自己的比如说用炒面剂，或者是你就直接用清水，这个步骤其实都是根据你自己个人的情况来判断。我这边用的封边液的话，我是不能等它干的，因为我这个里面它应该是含有一定的胶质，如果干了之后这个再去打磨的话会泛白，所以我不能等它干。
我一般是等它没有全干的时候就开始1200目的直接上，直接打磨。好，这边1200目打磨完了之后，你去摸它的话，这个手感已经非常滑了，已经非常光滑了。只不过它现在因为刚打磨过，它不会发亮。然后接下来的一步，不需要用水，也不需要用风变液，就直接先用这个打磨棒打磨一遍。这样打磨之后，这个皮边会微微发亮，微微发亮。因为它没有水的借助，或者是没有风变液的借助的话，它不会有特别亮的情况。这一步完成之后，这个皮边就基本上定型了，就我不会再打磨其他的。如果说还不满意的话，你可以上1500目，或者是更高。那其实出来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了。有人比较考究细节的，他们愿意去上1500目以上的砂纸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当然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会有，只不过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个必要了，因为在你后期使用中，它这个光滑的质感还是会消失的，你打磨的再亮它都会消失的，这是我的经验，我撸过几百条皮带之后的经验。然后最后一步打磨完了之后，直接上一遍风变液，等它干透就完事了。等一下干透了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。然后我这边的话，常用的方法就是这样。床面剂我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次，都是失败的。第一，床面剂如果你不小心擦到这个皮面上的话，会把皮革弄脏。我们这些带颜色的是染过的这些植鞣革还好，原色的植鞣革 Tokono 那个染到皮面上是几乎没有拯救方法的。第一，它会影响你那个植鞣革的变色，后期的变色情况。第二，它起到一定的防染的情况。然后到时候出来的时候是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皮革养出来的时候是花的，这个是用原色植鞣革最不想看到的情况。所以我一般是不用那个床面剂的，床面剂真的很难用。虽然说它当时出来的效果很棒，但是我不会用。这是我的经验，分享给大家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些帮助。好了，现在这边皮边已经干透了，然后我这边只是用到1200目的砂纸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质感，这个光泽，因为它的最后一步是封了一边那个封边液的，所以它的光感会比较强。但是你后期使用过程中，这层光感肯定是会掉的。这边的话，我自己是没有使用蜂蜡的情况，但是如果你要最后一步使用蜂蜡也可以的。封边蜡或者是蜂蜡都可以的。我自己以前是买的那个。这样的，把它自己融化了，然后用来做封边的蜡的，这个就是纯粹的那个蜂蜜的蜡，好吗？这最后一步的话，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，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吧，还是。最后呢，如果你要擦蜂蜡就可以，我就直接上了啊，直接抹就行了，不用抹太多，因为它这个皮边吸收进去的量也是有限的，它只是增加它的光感。我这边的话，因为用了一遍封边液，它表面其实是有一层覆膜的，所以可能效果会不太好。如果你要用蜂蜡封一遍的话，最好是不要上最后那一遍封边液，然后直接擦蜂蜡，然后再用这些加热的工具，你可以用打火机啊，其他的都可以，把它加热，然后使其融化到皮边里面。我自己平时其实是因为个人喜好的原因，没有做这个蜂蜡烫边的这一个步骤。然后擦完蜂蜡、烫完蜂蜡之后，可以用你戴着棉的手套啊之类的，这个边缘摩擦一下。
摩擦一下，让它有点变色、复古的感觉。然后这边再抛光一下，用棉布啊，或者是就这样的白手套啊，都是可以的。抛完了之后，就会整体非常的发亮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比那个封边液上过之后还要亮，非常好。这个上不上蜡，或者是上不上封边液，都是取决于大家的啊。这个摸起来就非常顺滑，你摸不到一点的那种刺手的颗粒感啊之类的。这个封边到我这里就基本已经满足我的需求了，然后剩下的就全靠大家去练习了。这个是我的方法，欢迎大家指点一下，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，有没有更科学的方法，大家也分享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